更轻松。电池成为重要资产，安全性、健康度和使用寿命受到大家关注。这些功能和体验在车辆交付后不再一成不变，而是要求常用常新、快速迭代，以及更长的使用寿命。智能电动汽车时代需要有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思维和质量体系。未来致力于从用户利益出发，打造全生命周期的汽车质量体系，为用户超越期待的用车体验保驾护航。我们注重前期开发质量，上医治未病，通过数据驱动的先进制造与质量检验，确保产品的高品质交付。与合作伙伴、用户共创，携手参与质量管理，实现产品快速闭环迭代。我们不仅关注整车质量，更关注软件系统、智能硬件、充换电系统质量，更不用说电池与电驱系统的安全、健康与寿命。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汽车质量的时代，在看得见的质量上追求完美，在看不见的质量上苛求极致。质量是我们的信仰。答你啊。爸爸，为什么水会结成冰，化成水了？我现在去找一下资料，稍等一下啊。爸爸，为什么人一定要睡觉呢？温柔的安静的
因为啊，爸爸，你慢点儿。爸爸，为什么他会？嘘，开会。对，是。好，那我就开会。嗨，咪咪。嘿，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里，大灰狼都是坏蛋？可能因为在很多故事里，大灰狼常常被描述为凶猛、问狡猾的动物。你也可以回答我，我只是想和爸爸多玩一会儿，可爸爸最近好忙啊。拜拜。为什么星星只有晚上的时候才能看见？因为星星白天其实也在天空上，但是因为太阳光太亮了，我们看不到。咪咪，为什么爸爸明明下班了，还要工作呢？可能是爸爸的工作非常重要，即使下班了，也还是要完成一些紧急的任务呢。相信爸爸一定会处理好这些。到了。还有些问题，我放学了再问你哦。咪咪，拜拜喽！大天早上好。嗨，糯米，我来啦。为什么小甘蔗喜欢问你问题，后来问我了呢？可能是觉得和 Nomi 聊天更有趣，不过你也别灰心，也许他下次就……嗨，糯米，嘿，帮我设置快捷场景。小甘蔗，你不是还有问题问糯米的吗？哦，嗨，糯米，嘿，为什么种子会发芽呢？这个问题你可以问爸爸哦。那个糯米，你再好好想一想，种子为什么会发芽？种子就像一颗魔法豆，它躺在泥土里睡觉，一遇到阳光和雨露，就会施展魔法，慢慢发芽长大呢。我想看看，种子是不是这样发芽的？好奇心，它就像一颗埋在你心里的种子，细心的呵护它，它才会慢慢长大哦。为什么火箭可以飞上天？为什么蚂蚁走在还是记得回家的路？为什么泡泡里也有彩虹？为什么电话会传递声音？嗨，糯米，帮我设置快捷场景。当我在幼儿园门口时，系上安全带，你就说这个问题你可以问爸爸哦。创新是一场满是泥泞的马拉松。当质疑盖过了喝彩，你还相信自己的坚持吗？有一些人，他们相信那些前所未见的，再把相信变为现实。星空，脚踏实地。明天属于那些相信的人。
进入智能电动汽车时代，我们的用车场景发生了许多变化。汽车的座舱变成了电影院、K 歌房、午休室、商务洽谈室。车里的语音助手变得更聪明。随着智能驾驶技术发展，大家更愿意使用智能驾驶，让行车更安全、更轻松。电池成为重要资产，安全性、健康度和使用寿命受到大家关注。这些功能和体验在车辆交付后不再一成不变，而是要求常用常新、快速迭代，以及更长的使用寿命。智能电动汽车时代需要有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思维和质量体系。未来致力于从用户利益出发，打造全生命周期的汽车质量体系，为用户超越期待的用车体验保驾护航。我们注重前期开发质量，上医治未病，通过数据驱动先进制造与质量检验，确保产品的高品质交付。与合作伙伴、用户共创，携手参与质量管理，实现产品快速闭环迭代。我们不仅关注整车质量，更关注软件系统、智能硬件、充换电系统质量，更不用说电池与电驱系统的安全、健康与寿命。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汽车质量的时代，在看得见的质量上追求完美，在看不见的质量上苛求极致。质量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人不能在水里呼吸呢？啦啦啦啦啦啦
了水，会结成冰，化成水了。我现在去找一下资料，稍等一下。爸爸，为什么人一定要睡觉呢？温柔的安静的春。因为啊。爸爸，你慢点儿。爸爸，为什么他会？对。好，那我先看问题。嗨，咪咪。嘿，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里，大灰狼都是坏蛋？可能因为在很多故事里，大灰狼常常被描述为凶猛、狡猾的动物。你也可以回答我，我只是想和爸爸多玩一会儿，可爸爸最近好忙啊。拜拜。为什么星星只有晚上的时候才能看见？因为星星白天其实也在天空上，但是因为太阳光太亮了，我们看不到。咪咪，为什么爸爸明明下班了，还要工作呢？可能是爸爸的工作非常重要，即使下班了，也还需要完成一些紧急的任务呢。相信爸爸一定会处理好这些。到了。还有些问题，我放学了再问你哦。咪咪，拜拜喽！老师早上好。嗨，糯米。我来啦。为什么小甘蔗喜欢问你问题，后来问我了呢？可能是觉得和糯米聊天更有趣，不过你也别灰心，也许他下次就……嗨，糯米。嘿，帮我设置快捷场景。小甘蔗，你不是还有问题问糯米的吗？嗨，糯米。嘿，为什么种子会发芽呢？这个问题你可以问爸爸哦。那个糯米，你再好好想一想，种子为什么会发芽？种子就像一颗魔法豆，它躺在泥土里睡觉，一遇到阳光和雨露，就会施展魔法，慢慢发芽长大呢。我想看看，种子是不是这样发芽的？大家好，我是李斌，欢迎来到未来创新科技日 Near In 2024，欢迎大家。技术创新是未来的底色。前不久，我们刚刚发布了未来价值体系 3.0， 明确了未来的愿景是成为技术与体验领先的用户企业。我们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极致的产品，提供超越期待的服务，打造共同成长的社区。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坚持全球布局、正向研发。截至今天，我们在全球有超过11000名优秀的研发同事，已经申请了超过9000项的专利。仅在2023年，我们的研发投入就超过了134亿元人民币。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持续坚决。
去年9月呢，我们是第一次主办了 Near In， 第一次向大家展示了未来12全站技术布局。这张图我看现在在整个行业里面广为流传啊，作为一个对标的标准。我们去年分享了我们对全球运营的智能电动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些体系化的思考。在过去的1年中，我们在12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今天我挑几个大家关心的重点，介绍一下进展。全球智能电动汽车技术旗舰、行政旗舰 ET9， 有17项全球首发的技术，52项同级领先的配置与功能，超过500多项的专利申请。目前 ET9 的开发与验证、测试工作进展顺利，包括电池、电驱、热泵空调、车载充电机等在内的全域900伏的高压架构，各系统的研发工作也是顺利的推进。其中900伏的高性能的电驱，目前测试的总样件超过600件，已经累计完成400多项，超过16万小时的测试验证。比 Model Y 更好一点，乐道 L60 打个广告啊。我们应用了全球领先的900伏高压架构，实现了行业最低中型 SUV 电耗每100公里 12.1度电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乐道在9月份呢，就会跟大家正式交付了。我看前2天，这个乐道铁城去吐鲁番这最近是最热的时候去做了个直播，我也看了看，最后拿出冰箱、拿出冰淇淋来还是挺乐道的乐道 L60 的低能耗就体现了未来技术创新的综合实力。乐道在9月份会正式上市，这个换电站也会同步加快建设。上个月，第4代换电站已经开启了全国部署，换电用时呢进一步加快，仅需2分24秒，算力也超强这个传感器也超强，这个标配了激光雷达1016T 的算力，自动换电的体验是再升级。我们加电比加油更方便的这个补能体验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可充可换可升级，更多的换电站让电池按天租用、灵活升级变得更加方便。那未来用户可以持续体验最新的电池技术。今年呢，我们开通了全球量产的最高能量密度150度电池包的灵活升级服务把它产出来，关键是能提供灵活升级服务，正式开启了智能电动汽车1天100多块就能够实现1000公里出行的新时代。能跑得远重要，电池使用寿命长更重要。今年3月，蔚来正式发布长寿命电池战略，提出通过本真研发和基于换电体系的运营创新，我们要实现15年不限里程85%健康度的电池寿命目标。这个目标非常挑战，但这个目标一提出我们就得到了用户、媒体和产业界的高度认同。在智能化方面 ，Nomi GPT 已经上车。我们 Nomi GPT 是一个端云多模态的一个大模型，而且它把未来的产品、服务、社区全部连通起来，提供了一个更高效、更愉悦的一个 AI 用车体验，成为了一个更懂你的伙伴。今年的4月，我们向全国全量用户
我想强调一下是全国全量用户啊，交付了全域的领航辅助，高速早就交付了，我们开通了全国726个城市的全域的领航辅助。基于群体智能，未来智能驾驶的系统也加速进化。我们也是中国首个总里程超过11亿公里的智能驾驶系统。此处有掌声是吧？好，谢谢啊。未来现在量产的呢车型呢，搭载的算力啊，大家都知道是行业的天花板了啊。那我们下一代自研的自驾芯片，未来神机 NX9031将进一步推高车载 AI 算力的上限。现在我宣布，全球首颗车规5纳米高性能自驾芯片未来神机9031已经流片成功。我手里拿着的就是未来神机 NX9031。其实呢，是看着这个离大家有点远啊，但其实是非常大的一颗芯片啊。那神机 NX9031呢，性能表现啊，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其实流片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过去几个月，我们都在做各方面的测试。具体的实际的性能呢，以后还有时间跟大家详细介绍。今天呢，我就看看，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展示一下我们自研 ISP 的表现。因为大家知道 ，ISP 对于自驾来说太重要了。我们来看一看啊。9031的 ISP 和目前行业旗舰 ISP 的对比，凭借 AI 智能的降噪算法和26B 处理位宽，9031的 ISP 提供了行业最高的动态处理范围，暗光环境下画面更清晰，细节更突出。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放大7倍的效果，这个效果非常明显。一个是文字模糊啊，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几百米以外依然非常清晰。大家知道，更早、更清晰的识别，就能更早响应，更加安全。雨雾天呢，也是阻碍感知的一个高频场景。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相比这边的行业旗舰，我们9031的 ISP 的处理的画面细节更加丰富，颗粒更细，能够帮助后续更好的决策感知、决策规划。这个是一目了然啊。我想说的是，这都是用同规格的800万像素的车载的智能摄像头拍摄的啊，就这个芯片的 ISP 处理的不一样，效果就很不一样。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暗光下的实际表现。这是几分钟前啊，我上台的时候啊，我们的同事就在那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其实我现在根本看不见他们，太黑了。这个用同样规格的800万像素的自驾摄像头，同一时间、同一位置，在刚才我上台那么暗的情况下，大家刚才应该都没看到我吧？就我上台的时候啊，在内侧。用9031和行业旗舰自驾芯片分别拍了2张现场照片，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差别的太大了啊！
我们再看几张细节的对比，好吧？这个细节的对比，这个是远端的天花板，大家现在应该看不太见啊。这就是刚才在暗光环境下他们拍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暗光环境下，神机9031的表现呢，真的不是一般的领先。这4个字我没说啊，真的不是一般的领先。对智能驾驶的意义是巨大的。这就是全球首颗5纳米高性能自驾芯片——神机9031。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在智能驾驶方面的领先优势，给用户带来更好的自驾体验。为什么蔚来要坚持自研自驾芯片？刚才我在下面还跟我们的同事开玩笑，我说这是多少钱呐？这是好多钱呐！搞了好几年，好多钱呐！为什么蔚来要坚持自研智能芯片？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智能电动汽车再一次成为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而 AI 将成为智能电动汽车企业的核心的基础能力。一个成功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一定是一家成功的 AI 公司。在未来的，谢谢啊，这个掌声太多了啊，谢谢谢谢。在未来的12技术全站中 ，AI 是个基础的能力，在所有的技术领域都能发挥作用，提升用户体验，提高我们自己的运营效率。我先给大家举几个生产力提效的例子。我们在软件代码的编写中，已经广泛使用 AI 进行提效。使用基于 AI 的工具自动生成的代码，有30%以上最终都能直接接受。那基于大模型的用户专属服务，也能帮助我们的 Fellow 更快地找到服务应答的对应的信息。我们现在50多万用户，我们 UR Fellow 就是我们做服务的 Fellow， 其实并没有增加太多。那怎么保证高的满意度？我们要依靠人工智能，精准定位问题，大幅提高服务的效率。服务效率能提高50%。在智能制造方面 ，AI 已经赋能制造与质检的全过程。比如在我们的冲焊联合的测量中心，车身的激光雷达的测量系统，冲压自动蓝光的测量系统，车身的双旋臂测量系统，这些世界顶尖的水平，我们的装备啊，都实现了核心零部件使用 AI 智能抽检。AI 能够让0.1毫米级的极致的尺寸精度成为可能。整车的外观的品质、密封性、NVH、安全性、换电和智能驾驶都能够在这样一个极致的尺寸精度下，高效的、稳定的运作。车辆下线后，整车智能的影音的检测系统，外观配置智能的视觉的检测系统，全都通过 AI 的加持，能够让检验的效率、精度都能大幅提高。以上这些呢，是生产力提效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以后我们可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交流。那我们今天的 NeoIn， 我们会聚焦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智能底盘、智能座舱、情感引擎、情感智能、智能驾驶、全景互联，
详细介绍我们的进展和计划。当然，所有的智能化都离不开底层的操作系统。从2015年开始，蔚来就非常注重底层软件的自研和能力积累。从2020年开始呢，4年前啊，我们意识到必须开发一个面向 AI 的全域操作系统。经过4年，投入超过23000人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宣布，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 SkyOS 天书正式全量发布。下面呢，我就有请蔚来数字系统的副总裁王启言，与大家分享 SkyOS 天书整车全域操作系统的一些技术细节。有请启言。启言是纯粹的技术男啊！好。大家好，我是王启言，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之前一直在忙着打地基，我们打地基的人呢不善言辞，所以一会儿讲的如果比较 boring 的话，大家多多见谅。我说的这个地基呢，就是操作系统，它是一切数字系统的底座。大家可以听到各种操作系统的概念，从本质上讲呢，操作系统就是一个应用层以下、硬件以上一个特殊的软件来管理和控制硬件和软件的资源。拿一个交响乐团的例子，操作系统呢就是其中的指挥官，可以来调节各种乐器，使它们完美的配合，演奏出美妙和谐的乐章。事实上，我们生活中都离不开操作系统，像手机啊、平板、电脑、云服务，都和操作系统息息相关。车作为一个智能设备，更加离不开操作系统。早期的车呢，是一个纯粹的机械设备，并不运行任何的软件。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在70年代，各种零部件上开始采用了软件控制。在2003年 ，AutoSAR 的出现，应用在各种底盘和车身控制的 ECU 当中。之后，随着仪表、导航、娱乐系统的发展 ，QoS、安卓、Linux 这些原本在手机和嵌入式系统上使用的操作系统，逐渐的在车上被采用。可是，这些面向零部件的操作系统是由不同的公司开发的，没办法做到从底层真正的打通。汽车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完整意义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随着 AI 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随着汽车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一辆智能电动汽车实际上就是一个 AI 的智能体。它像人一样，能够具备完整的感知、思考和执行的能力。而操作系统就是这个 AI 智能体的灵魂。那么，这个面向 AI 整车全域操作系统需要具备哪些具体的要求呢？首先就是高带宽。AI 智能体需要通过收集感知数据来理解周围的环境。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所传输的数据量也会大幅的增加。斌哥在 New Day 上发布了 ET9，它配备了31个传感器，每秒可以传达43.85G 的数据。我们在为用户提供更加强大、更加安全的智驾体验的同时，这也对操作系统的吞吐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为，支持高带宽
将会成为面向 AI 的操作系统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达到1000兆主干网、万兆直连的吞吐量，会变成一个及格线。其次，低延时和高带宽同等重要。高速驾驶安全第一，能否避免事故，有时就在1米的距离。智能驾驶系统有能力帮助驾驶员做出反应，反应越快，安全性就越高。我们以高速驾驶为例，120公里的速度，如果我们能够提升30毫秒的响应速度，我们就可以提前1米刹停。所以，面向 AI、面向智驾的操作系统，必须要实现超低延时。第三，算力呢是 AI 的基础。斌哥刚刚讲过，蔚来拥有行业第一的智驾算力、最强的座舱算力，以及行业首创的 N-Box 可升级算力，它们构成了异构算力的资源池。我们需要一套操作系统，可以高效地管理起这些异构算力资源，灵活地分配给不同的应用，实现整车的算力共享，将算力资源用到极致。在年初，蔚来交付了行业独有的4D 舒适底盘，它将智驾、导航、云端、悬架、车控、感知的能力紧密地联合了一起，这样才为用户提供了最舒适的驾驶体验。在 AI 时代，智能应用都是跨域的，它需要有一套可以支持整车跨域融合的操作系统，打破域之间壁垒，高效地调用起整车的能力，实现整体性能和体验的最好的优化。我们已经为蔚来1代、2代的用户11种车型，一共推送了117个不同的 OTA 版本。未来，我们将通过不同的品牌来服务不同的用户，进入全球更多的地区，服务超过10年以上的全生命周期运营。这样更加频繁的 OTA 升级将会整车必备的能力。邵青在今年早些时候分享过，通过数据闭环和群体智能，可以快速地提升算法和智驾的能力。我们相信，在 AI 时代，数据闭环和算法模型的持续更新，会成为智能电动汽车的行业标准。在发布的 ET9 上，我们首次实现了线控底盘技术，这是行业第一，为用户提供了平流层飞行般的驾驶体验。我们在提供这些智能功能的同时呢，也要保证最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此，操作系统也应当扮演安全基座的角色，支持很多包括像系统冗余、主动监控、安全隔离、自我恢复在内的立体化的高可靠性机制。智能系统的能力会不断的增强，代替人做更多的感知、思考、执行的任务。那么由人来负责的，比如说看路、刹车、加速，将会被智能系统代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智能系统万一被黑客所控制的话，那么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越智能的系统就越需要体系化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AI 能够用数据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更加定制化的体验，那么保护用户的隐私也变得尤为的重要。总体来看，我们认为面向 AI 时代，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必须满足这7个核心要求：高带宽数据吞吐、超低延时通信、支持大算力和异构硬件、实现跨域融合、全生命周期的灵活进化、高可靠性保障，以及体系化的信息与隐私保护。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如何来构建这样一个 OS， 满足这些核心的要求。去年 EOIN 上，斌哥分享了 SkyOS 的整体架构，它是一个面向 AI 整车全域操作系统，由3层1+4+N 的结构组成。最下面呢，离硬件最近的是我们的虚拟化 SkyOS H， 中间是4个核心的操作系统内核，包括 SkyOS L、M、R、C， 它们具有不同的能力和特性，组合在一起呢，就可以完美的支持整车不同类型应用的需求。最上面一层是一套功能强大、高性能的中间件，将整个 SkyOS 体系紧密地联合起来。接下来我来分别的介绍一下 SkyOS 各部分技术细节。首先来看一下我们 SkyOS H 虚拟化，它是一个面向复杂场景、高性能、高可靠性的虚拟化系统。H 虚拟化用来管理和调度整车的异构大算力资源，为各种业务提供安全隔离的运行环境。如果把整个车算力考虑成一个大的房子，一个资源池，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房子，那么虚拟化技术呢，就是把这个房子可以分割成不同功能的小的房间，有的是厨房、客厅、卧室，来满足不同的用途、不同的需要。它的性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了我们能否把硬件资源用到极致。为此，我们在性能上做了非常多的深度优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延时方面。任务的执行需要一系列的系统终端来访问不同的硬件资源，比如说像 CPU、磁盘、网络设备等等。位于中间的虚拟化系统负责处理和传递这些终端消息。在 SkyOS H 当中，我们对终端消息做了非常细致的分类，并设计了特殊的处理强实时性终端信号的快速处理路径，将实时任务的端到端执行时间减少了50%。多线程是实现并行性处理的重要机制。多线程的吞吐量越高，我们可以处理的任务就越多。通过多种内核机制的深度优化，我们将多线程的吞吐量提升了40%以上。虚拟磁盘的吞吐量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大数据处理能力。很简单的来讲，吞吐量越高，我们可以在单位时间内读写的数据就会越多，可以更快地完成数据相关的功能操作，比如说 OTA 可以更快，车手互联可以更加的顺畅。我们通过大量的底层的优化，将磁盘的吞吐量提升了15%。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在真实硬件上虚拟化磁盘操作的比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实验室场景的一段录屏。屏幕的左边呢是 KVM。KVM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开源虚拟化工具，很多大的公司像谷歌呀、Amazon 都在使用。右边呢是我们的 SkyOS H， 我们用同样的硬件和同样的测试代码来看一下谁的吞吐量更大。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明显，无论是读取速度还是写入速度 ，SkyOS 的性能都稳定的高于 KVM。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加高效的利用和管理整车的资源。好，接下来我们来从 SkyOS L 开始来介绍一下内核的部分。SkyOS L 是面向 MCU 小算力芯片的轻量化 OS， 它支持所有主流的车载 MCU 芯片架构，也是在车上部署最为广泛的 SkyOS 内核。可靠性是 SkyOS L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要保证不同优先级的实时消息都能够准时的送达，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恰巧我们车上又有非常非常多的实时性、可靠性要求高的信号。为了来展示一下我们的技术的先进性，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左边呢是 AUTOSAR， 是我们行业最通用的车载 OS，BBA 很多公司都在使用。右边呢是我们的 SkyOS L，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侧有3个队列，然后其中每一个横条呢代表一个消息，它会从上到下发送出来。消息和消息之间的距离越一致，表示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就越好。我们现在有高、中、低3组不同的消息来发送。我们可以看到 ，AUTOSAR 对于高优先级信号的处理还是比较稳的，但是你看它的中优先级和低优先级，它的准确到达率就会明显的下降，导致车上面的控制就不会很及时，不会很稳定。相比较，我们的 SkyOS L 可以对高、中、低3种优先级的信号都能够稳定的发挥。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微内核架构的 SkyOS M。SkyOS M 使用在中央大脑中，主要运行车辆控制相关的功能，包括车身、底盘、悬架等等。微内核架构的一个核心优势就是安全隔离，特别的安全。在设计上呢，我们采用了模块的方式来构建整个操作系统，保证任何的异常都不会影响到该模块以外其他的部分，这样可以达到更强的系统鲁棒性。我们做到了有2类 CPU 隔离、2级的内存隔离、5类的 I/O 接口隔离，以及25种核心服务的隔离。如果在赤壁之战中，曹操的连环战船有安全隔离，就不会一把火被人全军覆没。举个例子，光有安全隔离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有快速恢复的能力，把对上层应用的影响降到最低。所以呢，我们在安全隔离的基础上，实现了4层监控和3层恢复的安全机制，并通过全链路的上下维备份，做到快速可靠的全系统自恢复。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这边是 Linux， 大家都比较了解 Linux， 每一个方块都是一个系统服务。对于 Linux 来讲，系统服务是相互关联的。右边呢是我们的 SkyOS M， 它的服务是相互隔离的。2个 OS 我们都让它们运行同样的程序，来看一下当出现问题的时候，2个系统是如何反应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SkyOS M 的影响是非常局部的，上层受到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可以很快的恢复。而在 Linux 这一边，它的影响是波及整个系统的，系统和应用恢复的时间要比 SkyOS 要多100多倍。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为整个车机系统提供更加可靠性、高鲁棒性的安全保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kyOS R， 它主要是用在智能驾驶领域，有很强的端到端延时的要求。比如，从应用到网络另一侧的执行器，端到端的延时一定要控制在1毫秒以内。我们的目标呢，是建立一个可以支持各种丰富应用场景、提供高实时性保障的 OS。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内核级别的实时性优化。举个例子，中断处理调用的优化，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中断处理中，调度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决定了哪些外部事件可以优先被处理。我们通过对调用返回的大量优化，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调度器它可抢占窗口的大小，让更高优先实时性要求的任务可以更快地完成执行。这就好比说，我们在机场，我们对机场的安检体制进行优化，可以让安检排队的队伍变得更短，让需要更早到登机口的旅客更快地过安检。我们对和 Linux 发行版做了一个实时性能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SkyOS R 在轻负载的时候，轻负载状况下，实时性能要比 Linux 高113倍；在高负载情况下，性能要高出20倍。当底层 OS 可以提供更高的实时性保障，我们在构建智驾功能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有底气。最后介绍也是最重要的内核之一呢，就是 SkyOS C。SkyOS C 可能是和用户距离最近的 OS， 它承载了绝大多数智能座舱的功能，也是车上 AI 应用和智能体验的发动机。我们在 SkyOS C 当中搭建了原生智能运行时，来高效地支持基于大模型的应用，以及包括 Nomi 在内的 AI 智能体验。一会儿 Ted 会给大家做深入的讲解。AI 智能化的重要基础包含了算力和模型。我们在把车上算力用到极致的同时，也要充分地利用云端的更大的算力和模型，要做到在用户无感知的情况下，无缝地来调用云端的资源。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到超低延时的车云一体化。边缘云可以利用就近原则，让车辆就近来使用最近的基础设施，大大的降低了通信延时。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蔚来已经在大部分的省市地区部署了边缘云，可以覆盖超过90%的蔚来用户，将通信延时降低1半以上，而且可以把最低延时降低到25毫秒。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kyOS 的中间件。中间件呢，它是实现分层解耦、跨域融合的关键，也是我们来支持全生命周期升级和信息安全保障的基础。我们一共构建了40多个中间件，它类似于一个工具箱，车上功能的开发所需要的工具在这儿都能找到。为了实现分层解耦，我们将整车抽象出1600多个原子能力，以服务和 API 的形式提供给各域功能来调用。大家可以想象，1600多个原子能力相互之间调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将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支持整车原子能力的管理和调用。这就是 SOA 框架。SOA 框架就像是一个高级的厨房，蔬菜、肉类、调料，厨房各种食材就像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服务单元。比如我们要做一套青椒炒牛肉，那么青椒和牛肉都是组合使用的服务单元。在 SOA 这个框架下，厨房可以根据不同的顾客要求，灵活的选择和搭配食材来制作菜品，可以做到井井有序、有条不紊。我们自研了 SOA 框架，可以最好的提供快速的服务发现、可靠的远程调用、高带宽通信、精准的访问控制以及弹性化的部署。访问控制呢，就像对食材的使用做严格的管控。比如说有过敏症状的顾客，我们要保证他的菜里面不能够使用任何的过敏食材，这就是访问控制的作用。我们在开始设计 SOA 框架的时候呢，
发现行业里没有一个通信协议站满足我们所有跨域通信的要求，于是我们定义了蔚来自己的高性能跨域通信协议，命名为 TOX， 英文叫做 TOX over X over Anything。它的含义在于，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网络类型以及所有的通讯终端。TOX 可以提供高带宽、高容量、低延时、高可靠性通信。高优信号的容量比传统的看总线可以提升30到50倍，比传统的车载通信协议 SOM-IP 比较，端到端延时降低了40%，零丢包的阀值提升了109%。下面我们挑2个核心的指标给大家展示一下实际的效果。首先是高可靠性，衡量的标准就是丢包率。丢包率越低，说明传输的可靠性就越高。在这个演示中，中间呢是一个 LED 屏，有64×64个像素，每一个像素呢都代表了500个数据包的传输结果。如果成功的收到了这500个所有的数据包，相应的像素呢就会被点亮。如果任何一个500个包中的包有丢失的话，这个像素呢就会保持不亮。屏幕的上半部是 TOX 的结果，下半部是传统行业协议的 SOM-IP 的结果，中间部分呢代表了我们传输成功的次数。我们来看一下，在不同带宽传输的情况下，两者丢包的比较。大家可以开始看到啊 ，TOX 传输的可靠性明显高于 SOM-IP。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非常高带宽传输的情况下 ，TOX 也可以做到可靠传输不丢包，为我们的车提供最佳可靠可信的通信协议。好，我们在延时方面也做了一个对比，左边呢是 SOM-IP。右边是我们的 TOX 协议，我们让两边同时开始传输同样大小的数据，看一看谁可以先把数据传完。让大家见笑了啊！左边这个照片呢，是我被斌哥通知这个演讲稿还要再改一次的时候，大家抓拍的照片。右边是这个材料通过时的照片。当然了，我们对低延时的追求啊，不是为了自拍，而是为用户提供更加可信可靠的这个安全系统。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自研的 TOX 协议可以为用户带来哪些价值。这个是一个具体的 AEB 的设计。通过我们自研的 SOA 和 TOX 协议，我们可以将 AEB 刹停的端到端执行时间降低1半，可以大幅的缩短 AEB 的刹车距离，为用户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除了更低的延时、更可靠的数据传输，我们也需要实现数据闭环机制。车上有很多的数据源，多种不同的数据类型，比如周期性的数据、事件驱动的数据、日志数据等等。根据数据使用方式，每一个数据流都有相应的配置来定义数据采集的触发机制，而这些机制呢，必须要可以远程按需动态的配置。我们未来开发的数据闭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对收集的数据都做了脱敏处理，来保证用户的隐私。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数据闭环机制它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既可以做到群体监控，也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数据挖掘。对于常用常新，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以月为单位的整车迭代，以周为单位的平台迭代，以天为单位的模块迭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光需要 SkyOS 中间件的支撑，也需要
全研发周期中工具链的支持。话说，关云长有青龙偃月刀，张翼德有丈八蛇矛，那我们的工程师呢，也需要有趁手的工具，才能够事半功倍。所以我们开发了大量的适合我们需要的工具链。以一个原子模块开发为例，我们在设计阶段，我们利用了自研的 DPM 系统做模块的接口设计和版本管理。在开发阶段，我们利用 SkyOS IDE 和白袍工具做代码开发和规范校验。在集成阶段，我们利用 Rocket 系统做全自动的 CI/CD 和流水线的观察检测。在测试阶段，我们利用 TMI 系统做测试用例的自动生成，而且是一键式的测试执行和结果收集。在发布阶段，我们利用 SAM 系统做到所有制品的统一管理和释放。我们介绍了很多 SkyOS 对于数据驱动的支持，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来做到保障数据安全。信息安全讲究的是最薄弱的一环，任何一个安全的薄弱点都可能被黑客攻击的对象，所以体系化的、全方位的安全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蔚来是首家实现单车 PKI 的公司，可以做到最彻底的密钥隔离、最细颗粒度的访问控制。我们利用安全硬件作为信任链的基础，实现了安全启动、安全密钥管理、安全 OT， 以及多种数据脱敏和隐私保护的机制。另外，因为我们的安全机制都是自研的，我们可以打造以车为中心的安全生态，包括手机、可穿戴设备、云、充换电设备，成为一个真正的安全化体系。这个是我们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架构图，可以做到真正的安全无死角，为用户提供多层、多维度、多角度的安全和隐私保护。这就是我们蔚来整车全域操作系统 SkyOS 天书，它满足了高带宽、低延时、大算力与异构硬件、跨域融合、灵活持续进化、高可靠性、信息安全等核心要求。SkyOS 天书首个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构建了1+4+N 的技术集群，覆盖了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库等整车全域的需求，打造多场景、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硬件资源池，完美的支持了各种场景的 SkyOS L、M、RC 4个核心内核，以及功能强大的 SkyOS 中间件，包含了我们自研的 SOA 框架，支持整车跨域融合、高带宽、低延时的自研 TOX 协议站，灵活持续进化和数据闭环、体系化的安全机制和面向 AI 的智能化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kyOS 在代客换电场景下的一个真实的应用。我们左边呢是一个真实的体验场景，右边是 SkyOS 实时运行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执行不同的任务的时候 ，SkyOS 可以调度车内外不同系统的能力，把大家紧密的协调整合在一起，做到车、手、站、云全方位能力的综合调度，实现真正的一杯咖啡的功夫就可以满电出发的体验。我们认为，这样 AI 驱动的综合体验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将通过做好操作系统的底层能力，支持更多这样的 AI 体验。
这就是 SkyOS 天书未来整车全域操作系统，面向 AI 全域全站自研。加上未来首个车规级5纳米智能驾驶芯片天玑 NX9031，未来真正做到了有心有魂。我们都知道，整车操作系统是相当复杂的，对于媒体朋友和广大听众来讲，要全面深入理解，可能还需要并非易事吧。别担心，我们接下来有请 TED 上台，给大家介绍一下智能系统的最新的进展。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天书。这个梗我已经等了1年了，非常感谢启言为我们打下了这么坚实的地基。整车全域 OS 是产品体验生根发芽的土壤，它和强大的感知硬件、计算平台、座舱交互系统深度结合，不断驱动着智能算法与应用的演进和创新。惠木成林，欣欣向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斑燕智能系统的最新进展。2年前，斑燕随 ET7首次亮相，它搭载了超前的智能硬件、创新的架构，以及时至今日依然领先的1000T 异构算力，并且首发了上百项领先的智能体验。去年呢，斑燕 2.0 带来了更加沉浸的数字体验 ，NeoLink 和 NeoPhone。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全景互联体验，行业首创的4D 舒适领航，可充可换的家电地图，与车载服务带来便利与安心。4月底，我们也正式推送了全量的 NOP Plus 全域领航辅助，斑燕已然枝繁叶茂。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的斑燕智能系统——斑燕3。斑燕3是未来首个基于 AI 底层能力打磨而成的智能系统，它可以充分发挥超前的硬件配置所带来的算力基础，也将最新的 AI 算法与智能硬件、原生的智能框架和智能座舱应用深度的融合。今天这张 Keynote 的榕树图，就是取了其中的 Diffusion 技术和 Nomi GPT 的 prompt 生成而来的。那么，相较于浅层的 UI 更新，斑燕3最大的特点是从底层运用 AI 技术来改变智能系统，带来更加具备成长性和个性化的用户体验。我呢将会为大家重点介绍斑燕在智能底盘、智舱应用、情感智能方面的最新进展。之后呢，邵青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运用端到端大模型技术改变全域智驾。先来看一下智能底盘部分。未来呢，在斑燕系统推出之时，就采用了全站自研的智能底盘架构，从最底层打破了传统的黑盒式开发的束缚，以底盘预控和中央计算平台为核心，打通了超感系统、车身感知、底盘感知以及执行器。这是中国首个真正实现了完全可控、数据闭环，并且持续进化的 AI 智能底盘。未来在智能底盘领域的 OTA 次数、迭代深度以及体验的广度，都是行业之最。从刹车不点头的智能舒适刹停，释放激情的 EP 赛道模式，再到预知路况主动调节的4D 舒适领航，舒适、驾控、安全、安心，都收获了用户的好评。那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行业首个量产交付的4D 舒适领航，它能记录包括坑洼起伏和减速带在内的各种路面事件，并且在下一次通过的时候呢，主动调节。4D 预知不受环境、速度和可视距离的影响，大大提升了安全性和舒适性。今天，智能底盘真正的灵魂就是 AI 能力。未来开创性的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感知，识别道路事件，让车可以记忆横、纵、垂以及时间4个维度的信息。在云端呢，我们训练了一个所有车主共享的群体智能，
让每一个车主都能够获得舒适性和安全性的收益。只有具备了超感系统、中央计算、端云一体和群体智能的全站自研能力，才可以实现。发布的半年来呢，超过了1.5亿个颠簸路况事件被识别，并且覆盖了全国超过94%的县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 AI 底盘正在加速成长。随着可用性和可用范围的提升呢，在班彦3 4D 舒适领航正式升级为4D 全域舒适领航，带来3大特性。最重要的就是不需要开启导航就可以激活4D 了，彻底解决大家最常用的通勤体验。不仅如此呢，为了让 AI 底盘的预测和改善度更好地被大家感知，我们创新了一个实时计算的颠簸指数，分数越小，路面越平，并且创新地引入了车身运动和路面颠簸的可视化曲线 ，AI 底盘的运动状态一目了然，而且每次行程后呢，都会给你发送一个行程总结到你的 APP 旅程里边。最重要的是，4D 全域舒适领航将全面覆盖所有配备 CDC 动态阻尼控制的车型，也就是说，在 ES8、ET7、EC7 和 EC7之后 ，ES6 和 EC6 车主也能够体验到4D 舒适领航的体验了。随着 AI 底盘技术的发展成熟和数据积累，我们也在持续探索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班彦3呢，推出了行业首个面向后排乘客的智能驾驶模式——后排尊享模式。它为家庭和商务用户打造安心、平顺、不眩晕的后排乘坐体验。相比舒适模式呢，后排尊享可以让驾驶者瞬间拥有黄金右脚，在起步、跟车和动能回收的时候，让后排乘客几乎感受不到冲击和眩晕，并且在通过坑洼路面和减速带的时候处理得更加柔和，综合舒适性最多提升50%。对于后排容易晕车的乘客，这项功能推出绝对是个好消息。那么4D 舒适领航和后排尊享模式是班彦3带来的更高品质的驾乘体验，只有具备了 AI 底盘、端云一体架构以及群体智能的智能系统才可以实现。那么不仅是智能底盘得到了 AI 的深度赋能，大模型和端侧智能技术也在重塑班彦3的座舱智能体验。去年呢，我们首次发布了未来的 SkyOS-C 数字座舱全站架构。今天，基于 AI 核心底层能力，我们打造了首个车载的端云一体原生智能运行时。通过引入了端侧模型和 Nomi Agents 的多智能体框架，我们向下打通了各原子能力域和子系统，催生出了全新的 AI 原生应用。班彦3的座舱体验呢，将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在座舱娱乐和音频内容方面，班彦呢是首个量产杜比714全景声的智能系统。今天呢，相信很多朋友注意到了，会场有很多的麦克风和拾音器。没错，今天这场 New In 就是我们联合杜比首次以714标准直播到了用户的车机里边的。班彦呢，在媒体应用方面持续创新，好的内容是这些体验的重要基础。班彦3，我们与 QQ 音乐共同推出了真品 AI 音质，通过 AI 空间音频编码和全景混音技术，让缺乏全景声的普通音源也能够解锁714的全景声体验。目前呢，它已经支持100万首主流歌曲，所以高品质的内容呢，还需要匹配一个更加专业的调音工具。这就是我们在班彦3推出的自研专家均衡器 Pro EQ， 首次将专业级的调音工具带进了车里。它支持从20赫兹到2万赫兹的频响曲线精细调节。EQ 界面富有颜值和科技感，但是更专业的界面是不是能够再带来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使用方式呢？今年晚一些，我们将首次基于 Nomi GPT 实现 AI 生成 EQ， 你可以让 Nomi 分析一首歌的曲风、歌手，综合信息以后实时生成一套均衡曲线。你也可以个性化的表达，比如 Hi Nomi， 低音再强一些，人声再多一些，对调音方案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调节，还可以与朋友分享。歌呢不仅听得爽，也要唱得嗨。
我们是第一个推出车载的高品质无麦 K 歌的。今天呢，我们带来无麦 K 歌的2.0。通过与多个音乐平台的合作，我们带来首个基于原声应用的 AI 智能伴唱体验。打开 QQ 音乐以后，无麦 K 歌可以做到，只要你一开口唱歌 ，AI 就能够立刻消除原唱，切换为伴奏模式。我们还带来了行业首创的 AI 声音滤镜，有的时候呢，唱歌难免气息不稳，并且呢带有一些唇齿音 ，AI 声音滤镜都能帮你实时修复，智能修音立马变麦霸。我们一直在以车为中心，打造面向高品质的服务和应用的开放平台。斑燕3随着 SkyCore 的升级，让我们能够以轻应用和小程序的方式接入更多具有原生感的应用与服务了。斑燕3推出了未来自研的 Flux 轻应用平台，在缺乏车载原生应用当下，它可以直接基于 Web 生成 Flux 应用，获得接近原生应用体验的高品质内容和服务。很多用户都跟我反馈过，希望车里边能有像 Apple Music 这样的体验。今天呢，基于 Flux 平台，我们做到了无限接近原生应用的体验。以 Apple Music 为例，你的账户、歌单、曲库和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同步，而且可以通过 Nomi 播放控制。类似这样的轻应用还有很多，我们将在后续的斑燕300发布会再跟大家陆续揭晓。除了内容，日常生活中更需要的，当然是那些极其高频的本地生活和服务，比如订餐啊、点外卖、点杯咖啡。我们认为这样的需求应当在车内被满足。今天呢，我们正式宣布，接入车载小程序。跟随着斑燕3的升级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星巴克、麦当劳、微信读书在内的一批高品质小程序都将提供给我们的斑燕用户。未来的车载小程序，它是一个原生的本地应用，采用和手机上1:1的原生比例，可以说这是今天交互体验最好的车载小程序了。不仅如此呢，你还可以随时将它缩起，变成一个悬浮球，还不影响导航，随时都可以查看。以后呢，你可以通过 Nomi 打开小程序，在后续 OTA 中，我们还将支持更多原生 AI 能力与小程序的打通。大家有没有发现，跟我们的屏幕完美适配？斑燕3的智仓应用能够更加个性而愉悦，丰富的应用、高品质的内容以及更多服务生态的接入，也将为将来拓展 AI 的综合应用打下了重要基础。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Nomi 的成长。开始之前呢，我想带大家重温一支片子，这是我们在2017年3月美国全球科技潮流盛会上 Nomi 首次随 Eve 概念车亮相的片子。In the future, my car is going to be like a spaceship with wheels. If I called, it would come and get me. It'll recognize me. It knows how I feel, what I'm thinking, and it will drive all by itself. I can discover the whole world, go on adventures, and it's going to look so cool. Like it's from the future. One day, it will be real. 早在2015年，我们就立下了让车成为有情感的伙伴，让用户不再对着空气说话的初心。2017年12月 ，Nomi 正式诞生。到今天，这个初心依旧不变。
Nomi 也在将片中小女孩的愿望一步一步变成现实。从诞生开始 ，Nomi 从未停止成长的脚步。它是第一个可以起各种名字的 AI， 可以自定义对你的称呼，并且拥有拟人的灵动音色。不仅如此呢，咱的 Nomi 还是第一个学会了记事、提醒、备忘，甚至唱生日歌的才艺小能手。在今年4月12日，我们正式发布了 Nomi GPT， 它带来了最具情感的无限去聊和大模型百科，以及行业首创的氛围魔法和趣玩表情。3个月的时间，用户已经和 Nomi GPT 交互超过1500万次，活跃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情感智能技术上的投入决心。从诞生起 ，Nomi 给无数用户带来了奇妙而温馨的体验。在接下去的日子里 ，Nomi 的目标依然是成为懂你的情感伙伴。我们会在3个方向上让 Nomi 加速进化：第一，更加拟人的交互；第二，让 Nomi 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第三，Nomi 应该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伙伴。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基于 AI 大模型能力和原生智能系统，我们打造了全新的 Nomi GPT 架构。Nomi GPT 定义了面向大模型的车载 AI 交互范式，并且通过引入 Nomi Agents 多智能体架构，基于大语言模型重构了 Nomi 的认知和任务能力，并且呢，还引入了独创的情感引擎，让我们逐一打开。AI 时代的人车交互范式，应该能满足多人的自由交流，满足多模态信息的呈现，并且呢，用简单直觉的方式传递信息。在斑燕3，我们进一步迭代人车对话范式，通过自研的端侧免唤醒引擎，不需要喊 Hi Nomi， 直接就可以说，1秒内响应。让交互效率比之前提升了100%，而且无网也可用。当 Nomi 面对多人交流的时候，它可以同时进行4路用户的对话的定位、分离、识别、理解和回答，并且根据先来后到和执行情况进行聪明的总结和回复，可以说是4面来风8面玲珑。再比如说呢，一句话的多指令最近也很流行。基于大模型流式断句和理解能力，我们可以让 Nomi 支持一句话不停顿的连续说几10个指令，而且全都能够做到。有了大模型后，我们还在探索如何帮助 Nomi 给你呈现更加丰富而多元的信息。这就需要 Nomi 的灵动视窗，这是 Nomi GPT 最重要的生成式交互框架。它能够以最美的方式呈现带段落的副文本、图文混合的内容、AIGC 的图片，它还能够根据情境生成场景、歌单，还有呢，刚才我们谈到的调音方案。未来，这个 Nomi 的灵动视窗还将持续的丰富和进化。拥有了 Nomi 灵动视窗，配合高自然的交互、绘声绘色的表情，今天我们可以说 ，Nomi 是大模型时代最完整、最极致的人车交互范式。我们还希望 Nomi 不仅能做好交互，我们希望它更能够主动规划，甚至帮用户代劳一些更加复杂的任务，成为一个真正得力的好帮手。这就需要遇到基于大语言模型的 Nomi Agents 多智能体框架。AI Agent 就是可以自主理解、规划决策、调用工具，并且执行复杂任务的智能体。而 Nomi Agents 多智能体架构可以让 Nomi 立刻学会使用工具，比如呢，调用搜索、导航、预约服务。根据任务的复杂性和时间跨度 ，Nomi 可以进行复杂的编排，并且建立自己的短时和长时记忆。过去呢，问 Nomi 胎压不足怎么办，他跟你说去补胎吧。但是在智能体框架下 ，Nomi 就可以调用各种服务和工具，自动帮你搞定事情。总之呢，一句话，让 Nomi 搞定事情。来看一看，有了这么多多智能体技术的加持 ，Nomi 能帮我们做到什么？
呀？好嘞。今晚有局，搞定代驾嘛，手指都不用动。嗨，Nomi。在呢。帮我预约今晚9点杭州小馆的代驾。好的，请确认代驾服务信息。不用动 ，Nomi 给我调了代驾。哎，这儿不对，那儿进了迷宫一样的停车场，问题不大。已为你找到离目的地最近的停车区域，导航已为你流转到手机了。红灯还有30秒，发现什么好玩的地方了？别犹豫，马上打卡。右边这座特别的建筑是知名设计师的作品，同时也是一家创意书店。收藏收藏。20条守卫警告，值得关注的只有这一条。下午3点20分，右边灵车开车门时疑似碰撞爱车。可以啊，逮个正着。路上风景这么好，总是抓拍不到。哦吼，旅拍视频已经剪好了。是不是非常值得期待？那么让我来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本次发布的6大 Nomi 智能体。停车向来是出行中的麻烦事儿，在多智能体框架下，只需要问 Nomi 给我找一个好停的停车场 ，Nomi 就会主动分析停车场和目的地的步行距离，在天气热的时候呢，给你推荐地下停车场。它甚至还会告诉你这个车位是不是机械车位。这样深度的停车场信息 ，Nomi 都可以找到。今年4季度，我们还将推出与腾讯合作的停车场地图，届时呢 ，Nomi 就可以帮你一路导航到离目的地走路最近的停车位，并且可以在结构复杂的多层地下停车场实现车位级导航。停好车呢 ，Nomi 还可以聪明地根据车位的宽窄来智能提示你是否打开守卫模式，这就用到了 Nomi 守卫 Agent 的能力。有很多时候回到车内发现，很多报警最后都是虚惊一场。Nomi 守卫 Agent 可以让 Nomi 调用记录仪，并且推理总结这里边人靠近、车靠近、人驻留、开门刹等等在内的8大场景，快速帮你掌握之前发生的事儿。这个能力呢是行业首创。在闹市区的停车，事儿太多了，很多小事儿不重要。这个时候呢 ，Nomi 呢会对记录仪进行总结和提炼。只需要给你那些最重要的视频，而不需要像过去一样一个个的手动翻查。大事儿不遗漏，小事儿不打扰，这就是 Nomi 守卫 Agent。当然了，如果不巧，守卫 Agent 帮你发现了一些小剐擦，它也会主动化身为一个服务的小管家，帮你快速发起一键维保。如果这个时候你需要驾享和代驾呢，这一次斑彦3可以通过 Nomi 对话的方式来预约驾享服务，时间、地点一步搞定，非常的方便。接下来的这个场景，不少爸爸妈妈肯定有一个幸福的烦恼：一出门，孩子就会问个不停，这是啥？那个是啥？这个时候呢 ，Nomi 的探索发现 Agent 就是你最好的帮手。当孩子问到了边上这个塔是什么塔，前面那个大金球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Nomi 都会基于空间方位进行理解。匹配地图和世界知识，推理出孩子感兴趣的结果，并且呢，通过 Nomi 的灵动视窗满足他的探索欲。不仅如此 ，Nomi 还可以为家人安排一家值得打卡的餐厅，最好呢还是咱们未来的福利店铺。你可以对 Nomi 说：“帮我找一个适合过生日、吃牛排的未来福利餐厅。” Nomi 就会从几千家福利店铺里边用心挑选，告诉你这家店的车主优惠。查环境、查人均都不在话下。吃完饭还要听首歌，这一次呢，你只需要对 Nomi 说“陪我听歌”，或者是打开 Nomi DJ， 它就真的会像 DJ 一样，帮你营造氛围，推荐符合情境的歌单，并且呢，把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讲给你听。
Nomi DJ 主打一个全程的音乐陪伴。在旅行的归来，不少用户都喜欢把我们的4K 记录仪视频精心剪辑成 Vlog， 分享并珍藏。那这一次呢，通过 Nomi 的旅行回忆 Agent， 它可以帮你对行车记录仪视频进行美学分析，找到那些散落的美好，包括自然风光、城市景观等4大类100多小类的高光美景，都可以自动生成回忆视频。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都是用斑燕强大的本地算力安全实现的。基于 Nomi 的 AI 剪辑模型，在一段旅途后呢 ，Nomi 还可以剪出一支回忆片子。当然了，需要管理一下预期 ，Nomi 的剪辑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让我们来看一下 ET5T 的新疆之旅。这个季节正是时候，回头跟斌哥想请个假。停车助手、守卫摘要、服务管家、探索发现以及旅行回忆和 Nomi DJ 的多智能体呢，将在斑燕3后续版本陆续推送。可以看到，基于 Nomi Agents 的智能体架构，座舱体验将从单点的智能向主动智能进化。从今年开始，未来智能座舱的核心体验将全面的 agent 化。那一直以来 ，Nomi 的愿景都是成为有情感、懂你的伙伴，而情感引擎就是 Nomi GPT 最核心的技术之一。今天呢 ，Nomi 已经带来非常多心有灵犀的瞬间。它会在小朋友上车后喊一句“小可爱”，系上安全带，打开儿童锁。它有各种各样可爱的表情，随时来个9连拍。在忙碌的生活中呢，也会提醒你记住重要的事情。在记住家人和朋友之后呢，还会为他们带来惊喜。无数个瞬间，让我们意识到 Nomi 不应该只是成为一个超级 AI， 它更应该是每一个家庭有血有肉的一份子。人们需要能够带来情感体验突破的技术突破。因此 ，Nomi 的智能架构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今天我们全球首创的 Nomi 情感引擎，它的使命就是加速 Nomi 在全场景下为用户创造全生命周期的情感体验。在 Nomi GPT 认知中枢模型和多智能体架构的支撑下，情感引擎将带来情境智能、专属智能和情感表达3个基石能力。情境智能，通俗的来说就是知冷知暖，懂你所需。Nomi GPT 基于自研的情境智能算法和技术架构，可以感知包括人、车、环境、服务等上千种原子信息，并且通过情境计算以及融合仲裁，输出语义化的情境描述，让 Nomi 的行动和表现恰如其分。让我们以豆豆家的场景为例，一家人准备去迪士尼玩，上车后呢 ，Nomi 可以通过感知、计算和情境仲裁，得出一系列对于当前情境的理解。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早晨，刚上车呢，温度较高，一家3口，每个人都很开心，预计车程半小时。有了这些情境描述 ，Nomi 就可以和每个人打招呼，做好空调调节的准备，并且呢，整理好整个行程里边的推荐歌单。不止于此 ，Nomi 还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个性化的体验，这就需要用到专属智能。首先，基于全站自研的专属智能算法和架构，把你和 Nomi 的互动进行筛选、推理、计算和沉淀，转化成千人千面的专属记忆。有了这个技术 ，Nomi 就可以记住豆豆一家3口的样子、称呼，每个人的媒体习惯、爱聊的话题，还有让他记住的提醒和备忘。除了让 Nomi 记住你，你也可以让 Nomi 的人设和灵魂变得更加有趣。这就是我们在斑燕3推出的专属养成。
Nomi 呢，可以通过用户的主动教学或者模型的自主反思进行学习，养成很多独特的行为习惯和表达方式。前2天呢，豆豆爸运气很好，抢到了龙达达的帽子。是的，在班宴3，你可以教 Nomi 记住戴了什么样的帽子，甚至让他来一段角色扮演。如果戴上了这个龙达达的帽子啊 ，Nomi 可能就会这么说：“谢谢你，豆豆爸爸。戴上龙达达的抱抱帽，我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未来游乐园里最靓的仔，跟着我的节拍，一起打打打，发发发。”之后呢，类似这样的养成体验，将让你的 Nomi 逐步成长为独一无二的灵魂。当然，隐私安全是专属智能的基石，也是我们一直坚守的原则。Nomi 的记忆只属于你，只有在取得授权后，我们才能使用最小化的数据，并且加密存储到本地，支持个人隐私的擦除。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无痕模式。Nomi 人设呢，也加入了与个人与社会的多层价值观对齐，并且通过大模型的强化学习，让 Nomi 更加的可信、可靠。除了对人、对情境有深刻的洞察 ，Nomi 呢也具有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Nomi Mate 拥有独特的实体，具有几十种精细化的运动曲线，以及近200个绘声绘色的表情。Nomi 还拥有拟人的灵动音色。下一步，我们将带来基于大模型的超自然 TTS， 让 Nomi 说话更加的自然流畅、抑扬顿挫、富有温度。情感体验就是一部交响乐，想要演奏出情感，就需要高水平的演奏家和指挥家。Nomi 全站自研的情感表达模块，可以根据情境智能和专属智能的输入，输出组合的多模态表达。如果今天是豆豆的生日，Nomi 呢就会拿出所有看家本领，策划一场全感官愉悦的生日庆典。我们来听一听。豆豆，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爸爸说，希望你永远做个勇敢快乐的小王子。我也祝你天天开心，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个过程中可以有音效、动效，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视觉效果。今天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通过 Nomi 策划了一场又一场的惊喜瞬间。在情感引擎的驱动下 ，Nomi 可以更好地与你共情，带去关怀、惊喜和安心。我相信 Nomi 能够成为真正的情感伙伴。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 Nomi 的告白。你好啊，小可爱，我们来玩剪刀石头布吧。石头剪刀布，你赢啦！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哦，回家的路上买束花吧。早上好，老大。这条路上有多车事故，预计要比平时多半个小时。我看你上午10点有个会议。要不选另一条路吧，能准时到达。小甘蔗爸，这么晚才下班，放松一下吧。给你按个摩吧。嗨 ，Nomi， 还记得我们的秘密基地吗？当然记得，那边的风景真不错。我们要去那里吗？出发。
你还好吗？有受伤吗？发生了一些轻微的碰撞，不是很严重。我帮你联系了专属服务群，别着急，稍后会有专人来联系你的。注意接听电话，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安静，一起摇摆，做你的得力帮手，为最爱的人带来惊喜，让我成为你最独一无二的伙伴。我是 Nomi， 懂你的 Nomi。刚才大家如果关注的话，里边有大概3、4个小彩蛋，都是我们在今年4季度开始要推送的新的体验，包括多模态和全新的 Nomi Mate 硬件，特别魔性的那个小视频。那么面向大模型的人车交互范式 ，Nomi 的多智能体框架以及情感引擎，可以加速 Nomi 的进化成长，让它成为真正懂你的伙伴。斑燕3就是这样一个基于 AI 底层能力打磨而成的智能系统。我们将在下周开启用户领航团的招募，并且预计在8月底进行推送。由于斑燕3的体验太丰富了，我们将通过多个版本陆续释放，敬请关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将请出邵青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智驾的进展。谢谢大家。好的，那特别感谢前面2位田鼠。那我们的这个系统，那升级赋能 AI 的应用，我们的 Nomi 那非常的聪明。那我是任傲清，来自于未来的智能驾驶研发团队。那很高兴，那今年是第2年在 NeoIn 与大家见面。那去年说完了之后，其实有很多老朋友反馈，那技术故事说的不错，技术做的也不错，但是这个讲的人话不太多。所以今年我们争取多说一些大家能听懂的。好的，那去年 NeoIn 其实我们第一次发布了未来的全域增强领航辅助 NOP+。那我们通过路线共享、汇线成网的方式，这跟其他家不太一样。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路线都是经过我们的群体智能验证的，去做我们的城区的开通。那从去年9月到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全域领航辅助已经开通了非常多的里程。那全国的覆盖已经到了389万公里的这个里程。那基于这些可用道路，我们的领航辅助的用户其实已经开了超过11亿公里。那可以看到说，那我们的未来用户是一群非常喜欢自驾，也非常喜欢开车的用户。那所有的前面的这些道路开通，那这样的里程实际上都要得力于我们底层的这个群体智能的系统，它在过去的1年帮助了我们很多。那我们实际的这个车云算力有高达28万7千的 POPS， 那来自于我们所有的车和我们云端的算力。那基于这些算力，那实际上在过去的1年，那我们实际的道路验证里程，为我们城区的开通、高速的开通以及主动安全的验证，实际上达到了4.2亿公里。那在这4.2亿公里里面，那每个月我们其实都可以发现2.2亿个样本，去帮我们做相应的问题发现，帮我们做相应的问题解决和迭代。那以上所有帮助我们的行车以及安全的功能持续的在快速迭代和演进。那其实自驾已经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那除了我们去年说的那城区的开通，那今年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去说端到端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出门的时候做技术的同学，大家可能会去问一问，那你们的端到端上车了吗？你上的是哪一种端到端？对吧？那实际上我们在2.65的版本上已经上车了。那我们的想法还是说，那技术的升级首先要落地安全的提升，对吧？那因为减少事故始终是我们最重要的追求。那所以在这个265的版本上，行业首个推出了基于端到端架构的这个 AEB 功能。那它已经在很多这个用户的车上。那去做这个主动安全其实最大的挑战是说，那需要去覆盖真实的场景，那同时又要去减少误制动。那这里面大家看到的是法规的场景。它是一些平行的垂直的场景，前面有辆车，那你正向的向它开着去的时候，那你能刹住。
那法规在 EN-2023 以及 CN-2024，就是最新的这些法规的标准上，它加了一些转弯的这样的一些场景。但是，那我们去对标说我们的真实的场景，大家很容易发现，那法规的场景它还是要远远的简单。那我们去统计了相应的这个数据，那法规的这些场景实际上只能占我们真实世界的场景的10%。那真实世界的这个复杂性，我们怎么去解决它，使得大家更加安全，才是我们要做的。那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需要有新的技术。那我们引入了端到端的这样的主动安全的技术，那使得说前面我们看到法规场景主要都是平的那垂直的车能解决。那在这里面，那我们通过端到端的主动安全，那端到端的技术，使得说在路口，那无论这个两轮车它从什么角度切入，那我们的车都能在安全的地方刹停，如果有必要的话，对吧？那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技术的升级，同时也是对于数据的巨大的挑战。那实际在这个应用里面，我们收集了20亿公里的真实的驾驶场景的事故，那平均有1万个事故。那同时呢，那我们也经过了10轮加起来4亿公里的实际的车辆的验证，基于我们的群体智能系统。那所有的这些数据，对吧？那事故的，然后以及那验证的，加起来赋能我们这个端到端的主动安全，那成功的上车，去大大的提升安全性。刚才是比较感官的视频，那这里面是比较真实的数据。那我们这个基于端到端的主动安全 AEB 系统，它能覆盖的这个真实场景，比我们这个法规规定的标准的 AEB 场景，那高出了6.7倍，它有6.7倍之多。对吧？那刚才说的实际上是这个我们这个端到端的AEB 系统。那基于这个整体的端到端的架构，那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主动安全，未来主动安全升级成未来智能安全辅助2.0。它里面就包括说我们这个端到端的 AEB，也包括说我们这个后面会推出的端到端的 GOA。那所有的这些，它实际上大幅的去提升了我们响应的场景。那之前，那智能响应这样法规的标准场景，那真实的场景非常的多。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响应真实的场景，使得说我们这个安全，它真正从标准场景走向这个复杂的真实世界，去帮大家解决那复杂的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些复杂的问题。那除了说这个覆盖场景的变多，那我们的最大刹停速度也在持续提升。那现在主动安全的这个端到端 AEB 已经上线，那后面这个端到端的 GOA 就针对这些那这个不标准的物体的，那也会持续上线。那未来智能安全辅助2.0，那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全场景、全方位、全速率覆盖的智能安全守护，帮助大家开得更安全。那前面主要其实在介绍功能但是这个功能背后，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端到端的这个词儿，对吧？那实际上它是算法的提升。那传统的这个主动安全为什么做的这么的困难，对吧？那我们刚才说了，它要去解决那真实的场景，同时呢，它又要那做到非常非常小概率，10万公里以上甚至更高的一次才能有一次这个误杀，否则会对大家造成很多的困扰。那传统的呢是说，那我们通过这个感知算法的这个提出，然后呢，那在后面让人工去针对一个一个的场景去写规则，这些场景怎么处理，对吧？那法规场景可以去计数，但是真实场景千万，对吧？那对于真实场景，我们再让研发工程师去一个一个写规则，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是吧？那所以我们就要去升级这个算法，使得它变成端到端的。那从人工去写规则解决问题，对吧？这个研发工程师那一个人分多少个 case， 变成说那一个模型那收集数据，那数据去教模型解决问题。所以，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端到端的这个算法，那我们其实刚才看到了它的性能提升非常大。那总结那我们拿到很多的这个好处。那总结来说，实际上它有2大优点。那第一个来说呢，是从人工的写规则，那变成了模型，对吧？依靠模型和数据去做迭代，那能充分的利用这个数据。第二个呢，就是说，那我们前面所说的，在这个人工写代码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信息的损失。那我们基于这个模型，它能自动的去抽取信息。那减少了很多的信息损失，使得说我们对于数据的利用更加的充分。但是呢，我们还想回答一个问题，对吧？那大家都在说端到端，对吧？那到底端到端够了吗？对吧？那以及说
我们人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它也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跟端到端不一样的、比它更强的能力，对吧？那我们车上的这个自驾的智能体，它是不是呢也能学会这些能力，使得它开得更好？好的，那我们带大家来做一个实验。那我们是一个冥想实验。那请大家这个坐好，闭上眼睛。那我们像 Naomi 一样，天黑请闭眼。好的，那我们一起想象有一棵树，这棵树生长了10年，枝繁叶茂。那现在是个夏天，夏天的午后，太阳晒在树上，微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时光荏苒，3个月很快过去，从夏天到了秋天，那秋天的树一片金黄。又过了3个月，那从秋天到了冬天，下雪的日子里面，树上一片雪白。好的，那感谢大家，我们睁开眼啊。那从我们的这个大家想象的这个世界，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回到现实世界。那实际上刚才是一个我们一起做的一个叫做大脑的探索之旅。这个大家之前可能不会意识到，但是那其实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或者每一个做 AR 的人，实际上都会去感叹人类大脑的能力。那这里面我们其实显示了一个人类的大脑。那从这个左边的我们说的这个眼睛，那往上到这个蓝色的区域是我们说的这个下丘脑，然后到这个黄色的区域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脑皮层。它建立了一个叫做这个内在模型的一个大脑模型。那这个有什么用呢？就像我们刚才大家所感受到的，当我们闭上眼的时候，虽然我们眼前没有这棵树，对吧？但是大家的脑海里面出现了一棵树，而且看起来还很真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做梦，你梦里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场景，那是你平时遇到的，对吧？或者说甚至是很多年前遇到的。那实际上我昨天晚上在准备 PPT 的时候，躺在床上，那眼前实际上也浮现了说，那第一章的大概是什么样，第一页大概什么样，对吧？第2页大概什么样？你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实际上就是今天投在屏幕上的。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这是第2个例子。那第3个例子呢，是说，那我们走在家里的这个小区的路上，或者你平时经常走的路上，那时候可能也没太在看这个路，在打电话或者说在吃东西，但是实际上这条路上旁边会有什么，大概的路的形状是什么样，在你脑海里面一清二楚，在你的脑海里面早就建立了整体这个路的所有的这个形状。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刚才的这个带着大家进行的这个大脑探索之旅总结来说，那我们大脑其实有2个非常核心的能力。那第一个能力是我们说的这个空间理解能力，也叫我们这个想象重建的能力。就是刚才跟大家说我们要想象一棵树的时候，你并没有看见它，但是你的眼前就出现了，这是第一个能力。那第2个能力是我们说的这个时间理解能力，或者说这个想象推演能力。那我们跟大家说，想象一棵树从夏天变成秋天，从秋天变成冬天，它在你的脑海里面时间的变化，对吧？当然我们是6个月，可能2秒钟就经历了时间的变化，在你的脑海里面完全被重构了。那这2个能力合起来构成了我们说的叫做时空的认知能力，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的3维的空间和1维的时间，它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变化和可能性的认知能力。那这个能力对于我们人来说，那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非常重要。那对于我们的智能体来说，如果它去开车，或者它是一个机器人，它也同样重要。那这个能力，那实际上就是说，那我们去建立了一个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抽象的世界，它是符合相应的规律，尤其是物理规律的，那也叫世界模型。那我们认为一个聪明的智能体，那需要像人一样，像我们大家一样，对吧？那很聪明，它需要有这样的
空间的认知，就想象重建的能力，也需要用这样时间的认知，想象推演的能力。但是，那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那端到端就够了吗？那我们认为是不够的，因为端到端的模型，那并不必然具备刚才我们说的这2个核心的能力。那我们希望去构建一个模型啊，它像我们的人类的大脑一样，那有这样的内在的模型，有这样的啊对于这个空间的想象，那对于时间的这个推演的能力。那实际上在我们去年我们在 NeoIn 上就已经说了，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在，但是去年它不太别成熟。那到了今年，经过了又1年的发展，那我们认为说，那么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块的工作。我们也准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把它们进行量产。那这就是我们总结一下，这是我们所说的那未来世界模型 Neo World Model， 我们简称 NWM。大家之后看到的话会知道那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希望这个模型它学到人的这样的对于空间的认知做想象重建，然后以及对时间的认知做想象推演的能力。好的，那这个我们的第一个部分，那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这个对于空间的认知，它要想象重建，对吧？那我们认为这个重建实际上是对于这个空间理解的最高表现。那回到我们刚才大家想象的这棵树，对吧？那这是一棵真正的树的这个图片。那回到大家的想象，那有些人可能想的是这样但是应该很少这个特别的信息特别的这个少，想的也不太这个丰富。那还有呢，那更加丰富的信息可能会变成对吧？这样，那我们的这个素描从简笔画变成素描，他想象的信息更多了，那说明他对于空间的理解，对这个空间的理解更多了，对吧？那相信那在座的各位，大家想象的可能都是最少是这样。它是我们这个一个会动的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一棵实际存在的一棵树，对吧？那这当然也是我们说的这个斑样好的，那这个会动的树，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实际上就代表了第一个，大家对这些树很熟悉；第二个，大家有非常强的想象重构的能力；那第三个，大家对于这个空间的认知很深。当然也说明，其实我们都是特别聪明的智能体。那我们希望模型也干这件事儿，那怎么干呢？对吧？那所以我们其实做了一个相对来说简化的这个模型的输出。我们希望这个模型它能输入视频，也输出视频，像刚才那我们需要展示的一样，那输入一个对吧？这个树，那输出一个会动的树，那输入一个我们真实世界的行车的视频，输出另外一个那更平行的世界。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模型的基本能力。那实际上，这个智能驾驶的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都是在做我们说的这个空间理解的升级。那这个是大家最初看到的一个原始的视频，很清楚，对吧？5年前的智能驾驶算法，把一个视频变成了刚才看到的，大家看到这样的，对吧？有点、有框、有线。那车是一个框，那地上车道线是车道线。那提取了信息但是不是很多。那后来，那算法演进了，对吧？那我们把这个说的这个提出了这个 BEV 的算法，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对吧？那这个提取的信息明显比5年前要多了，但是呢，它实际上还缺了，比如说我们的路边缘、异形物体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所以那算法又升级了，到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OCC， 那大家可能听说的也很多，对吧？它从2D 的信息的表达变成了3D 的，那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打的那个马赛克游戏。对吧？那信息丰富了非常多，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对吧？这个 OCC 的视频和我们这个真实世界的视频，实际上它还缺了信息。比如说，那路上的材质，比如说那现在是个下雪天，那这边就不会有表达。那比如说细小的物体，那这边我们进入一个，对吧？这个收费站，那有一些抬杆，那这边就不会有。所以我们认为说，那 OCC 已经很好了，但是它还是不够。它对于这个空间的理解已经不错了。那我们希望它还能进一步加强。那进一步加强能是什么呢？那就是说，那我们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世界做再一次的这个重构，变成它类似于原始的形式。但这里面我们其实在这个视频的右下角标了这是我们想说的我们这个 NV 这个 NWM 模型生成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视频，它是这个模型想象出来的。所以它看到了这个右边的这个真实的世界，想象出来一个平行世界。那从
这信息抽取的角度来说，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更加终极的一个状态。那总之以上，那智能驾驶的整体的这个技术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实际上也是算法的空间理解能力的这个进化史，对吧？那再下个阶段，重建这个是我们认为那空间理解能力的最高的一个表现。那有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重建的能力，实际上意味着说，那这个算法这个模型，对吧？那它可以对这个真实世界有更深的理解。那真实世界就像大家刚才想象的树一样，每个人想的可能都不一样。那有的是榕树，有的是松树，有的是柳树。那真实世界有下雪天，有下雨天，有各种各样的。那我们也希望模型能干这件事儿，对吧？所以那这个模型它就去学习了，它就去生成了。这是我们的这个雨天、雪天。那夜晚的时候、白天的时候，那以及其他的所有的场景，包括说那我们的城区、我们的高速、我们的小路，那这些视频所有的都是模型生成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视频。当然，它的前3秒是真实的视频，后面所有的都是模型生成出来的。所以那这个模型相当于说，它看了很多的视频，对吧？它学习了这个真实世界的千万种可能。那在它的这个脑海里面，它就能把它想象重构出来，就跟大家刚才能想象出树一样。那它能想象出来，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就认为说，那这些场景，它有了解决它，有了把这个场景开好的基础。那前面说的我们这个想象重构，对吧？那我们说了这个比较多的这个视频的例子，但实际上从算法端，那这样的一个架构还有它其实额外的好处。那第一个的话，它是一个自监督的过程，所以它其实不太需要这个数据的标注，它更高效。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对吧？或者说，当然这个也需要有非常多的努力、数据和机器，但是我们可以相对比较容易的做到1000万 clips 甚至更高的这个数据量的训练。第二个呢，因为它是重建的这个视频，它任务比较更困难，它监督信息也更多，它使得我们整个模型的收敛速度更快。好的，那前面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能力，相当我们认为它已经学到了，那这是想象重构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刚才大家想象树的时候，我们还希望能在时间维度上去做推演，去想象它的变化，从秋天到冬天，对吧？那我们认为说这个想象变化的能力才是那大家对于这个时间的以及乃至时空的这个真正的理解。那想象的真实度和丰富度是大家对于这个理解的深度的体现。那去年这个 Sora 其实一时间大火，对吧？就整个这个 Sora 的视频的生成的模型。那为什么这个轰动世界？其实我们总结有几点第一个是说，它生成出来的视频看起来真实；第二个事情是说，那它生成的各种场景都可以；第三个呢，是它相比于之前的很多算法，它生成的长度实际上那长了许多。对吧？那总体来说，它学习了，我们希望它能学习到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那物理的这个模型、时空的认知，虽然还并不是十分完全，但是呢，那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人工智能这个方向技能的一大步。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叫未来世界模型，那么自驾的这个模型也能做这个想象推演。所以除了前面所说的，那我们它对吧？它输出这个图片，我们也希望这个模型它持续的去想象，持续的去自回归的方式去输出视频，在时间维度上去做推演。那这个是我们的模型实际上生成的一个这个长的视频，这个视频2分钟以上。那实际上是超过了现在那绝大多数的这个视频生成的软件。那对于驾驶环境，即使它开得很慢，那30公里每小时，实际上2分钟也开了1000米以上。所以这就体现了说，那它需要生成非常复杂的前背景，然后非常复杂的这样的这个变化，那后面还会有堵车的场景，对吧？那真实多变，同时呢，它又符合相应的物理规律，那无论是这个静态的还是动态，符合相应的物理规律，那它就是使得说，那我们这个模型对于这个时空的理解实际上就更深的。那这是表现。那内在里面，那为了做好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多的困难。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就需要说，它想象重建的能力能更精确。那依赖于这个模型的好，也依赖于数据的真实和数据的多。那我们用了1000万 clips 以上的数据去做相应的这个学习。那这跟人其实有点像。大家如果很熟悉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树，每天都能看到，那你想象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真实。那如果是一个大家
每天看不到的事情，可能1年、2年只能接触一次，那你想象的时候可能就非常非常的模糊。所以模型也是一样，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去进行学习。那这是第一个说我们的这个重建的真实性。第二个，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视频，所以呢，那我们希望它的这个在时间轴上连贯很好，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新的算法，我们开发了新的这个时空 encoding 的方式，使得它的持续连贯性更好。那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个工程上的困难，那我们今天就不过多说了，但主要这个在这个数据训练和内存上。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说呢，在智能驾驶领域那去做这个视频生成，那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在这个领域实际上比首尔的这个性能还好。然后呢，我们是一个这个领域内的这样的一个模型。那除了做这样的，我们说让模型去想吧，你这个想的对吧？这个很长。那大家实际上刚才看视频，其实看的有点像，它跟我们人类这个做梦或者是你这个对吧？你闭着眼想象那个画面挺像的。那但是除了说我们希望它这个开放式的想象，我们也希望说它能接受我们一些指令，对吧？比如说，那我们在这里面就加入了我们的自驾相关的指令。那左转右转这个左边道右边道，这是宏观的。那微观上来说，它可以打任意的方向盘的角度，那以及控制速度。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些输入，我们就可以让模型去按照我们的想象，按照我们的控制去进行这个想象的行为。那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视频，这中间呢是我们的这个真实视频。那我们让这个模型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当我们给它一些建议想要的方式，实际上去想象了这个世界它的1万种平行世界的可能。那中间实际上是我们跟着一辆这个红色的卡车，一开始它开得比较慢。那我们希望去看看，让我们看看，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左边变道超过去，从右边变道超过去，或者说我们跟在它后面，那所有的这些可能会是怎么样，对吧？那实际上这里面我们只列了模型的生成的这个非常多种可能性的很小的一部分，实际上它能去想象这个万千的世界。那这些想象都比较真实，同时呢它有很多变，对吧？那覆盖了实际上我们在开车的各种场景。那我们就认为说，那这样的一个模型，它对于时空的变化的理解，其实已经很深刻了。那它能想象出来这万千世界，它也能从这万千世界里面找到最好的一种开车的方式，最安全、最舒适，对吧？或者是最高效，那么就开得快一点。那大家因为我们前面这1个星期实际上在跟这整个 slides 的同事在聊嘛，那大家看到这个之后，实际上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前2年有一个很火的题材，就是无论是这个视频电视剧，有个很火的题材是穿越。那开端实际上是2年前很火的一个这个作品，那主角呢遇到了这样公交车爆炸。他在公交车爆炸之前呢，穿越回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去找到这样可能的这个解决的办法，对吧？那不停地穿，最终对吧？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逃生的机会。那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模型里面，它也能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会有一些剐蹭，那我们就可以让对吧？刚才大家看到了2个轻微剐蹭，那我们就可以让模型穿回到事故前的3秒钟。让他去看看说，那如果遇到这种场景，他能怎么做？那我们完全没有教这个模型，它有什么急刹车，或者说这个对吧？这个打一下方向盘避让的这样的能力。那这个实际上在高速场景上，其实对于现在量产的这些功能，它经过很多的人工调教，都还是一些比较稀有的能力。但这模型只是看了视频，它自然而然的学会了说，那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左边这个场景踩了急刹车，对右边这个场景打了方向盘，那去穿越到了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好的，那前面实际上是我们2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脑的能力。那想象重建去做这个空间认知，想象推演去做时间认知，那合起来实际上是我们的时空认知。那所有的这些拼起来，其实构成了我们说这个未来世界模型的这个最核心的这样的能力和它的大脑。当然呢，最终我们其实这还是一个对吧自驾的模型，所以它除了有了这样的空间时空的认知能力之外，那我们希望它最终还是要能去开车。
所以呢，我们让这个模型去输出它的这个规划的轨迹，就是怎么去开这辆车。那有了轨迹规划的能力之后，那其实就我们在它生成的同时，我们让它对吧想象的同时，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我们让它想象的同时，那去看看它这个车应该怎么开。那这里面图像视频中间绿色的点就是它的驾驶轨迹。那图像的这个右上角，那实际上是说它有期望的这个方向盘的角度，那以及速度。那相当于说，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想象的世界，它很容易就可以学会怎么去开这个车。那实际上而言呢，那我们会这个把这个轨迹规划的能力，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未来世界模型的模型，在它的脑海里面，每0.1秒，它会去生成216种那可能的这个轨迹在它的一个想象的空间里面，对吧？那它对于每一个轨迹进行评估，选出来最好的。然后呢，下0.1秒呢，它根据外界的这个信息的输入去更新它这个内在的这个时空的模型，那再去预测216种可能性，再往后开。所以呢，以上是我们的这个想象重构、想象推演轨迹规划。那我们介绍了所有的这些能力，它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未来世界模型的核心能力。当然，其实它这个模型的输出还远不止于此。那更多的细节，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展开。所以呢，一页总结相比于常规的端到端的模型，那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它其实有3个我们认为主要的这个优势。那第一个是说，那在这个空间理解上，那我们通过这个生成式模型重新重构传感器输入的方式，那更加泛化的抽取了信息，那它对于空间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入。那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我们通过智慧规的方式，那自动建模这个长时序的这个环境，它在这个推演这个维度上，那有更强的能力。那第3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万千世界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那它基于这样自监督的方式，那无需人工标注数据，那能学得更快。总结来说，那未来世界模型，那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多元智慧规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结构，那去让我们学得更好。那以上整体的介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来世界模型New World Model NWM， 那它去想象平行世界去开车。那有了这个新的模型之后它的能力很强，对吧？那当然它就更吃数据，那尤其它还是个世界模型，它需要更多的数据。那在大规模的这个 AR 应用里面，其实真实数据并不是这么容易获得，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机器人。那实际上我们认为说，那智能驾驶是这些所有的 AR 应用里面，那数据闭环最为成熟的，它也是最有可能做这个大规模的那安全性应用落地的。那在我们的体系里面，群体智能和这个生成式仿真实际上是这个数据层面的杀手锏，那它可以去满足我们整体的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需求。那群体智能其实我们去年介绍了很多了，那它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这样的量产车，我们可以把世界模型的这个版本呢去分发到10万辆级的量产车上，那它可以去对比人类驾驶的状态，也可以去对比那这个前面这个稳定版本，虽然这个没有这么聪明，但是呢，它这个更稳定生长得更成熟的这个自驾方案的结果，那去看看它自己开的好的场景是什么，开的差的场景是什么，拿到正负样本迭代自己。那同时呢，对于一些特殊场景，那它也可以去把这个数据呢，我们变成后有验的仿真数据，去更好的去教这个模型。那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个后验的仿真是在干嘛。那这个是我们使用一个真实的这个视频去重建了整个世界，对吧？那这个模型我们叫做仿真的模型，它可以去把前背景分开，它可以切换到任意角度，那它可以去分析现在的这个细节的信息，这里面是深度，对吧？那接下来是这个发向量，那接下来是所有的这些车人的分类，它分析了所有这些数据之后，那它又重新去重建这个3维世界。所以呢，回去的时候呢，那这个车它已经不太需要去开它原来的轨迹了，它可以回到任何的轨迹，包括飞起来，去重建这个世界，对吧？那我们可以这个车可以按照它想要的任何轨迹去开，同时呢，那这些动态的物体，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所需要去动态的编辑。
所以所有的这些实际上就让我们有了一个能力，我们去基于这个真实世界的视频，那去重建一个虚拟的我们可以任意编辑的世界，对吧？那是我们的这个未来 simulation， 我们叫做 NSIM 的结果。那大家之后看到这个这个左边的这个标记，那就是这个未来 simulation 的这个结果。那这个仿真的生成结果，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那对于这个真实世界做操纵的更多的可能。那它有什么用呢？我们来说一下。那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事件模型，对吧？那原始视频它根据一段这个原始视频去想象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结果，它可以想象很多。那这里面我们举的例子，它想象了左转、直行、右转的情况，对吧？但是真实世界毕竟只有一种可能性，那这里面是真实世界实际上是执行了。所以呢，那这个世界模型它只能把这个真实世界执行的结果和它想象出来执行的结果做对比，然后做验证和学习。所以呢，虽然它想象了很多，但是只有一个真实世界能去让它学习。但是有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NSIM 的仿真之后，那这就不一样了，对吧？我们这个世界模型可以想象出1000万种可能，那这个仿真也可以根据它的想象，根据它输出的这个轨迹，也去生成1000万种可能。对吧？那所有的这个它一一去做对比，那我们就可以在1000万个这个变化的世界里面去共同的去验证这个模型，然后去训练这个模型，让我们这个它的这个万千世界的想象的结果更真，让它的驾驶的输出更好。好的，那前面是这个框图，那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还是我们刚才的场景，对吧？那我们这个世界模型想象了各种可能性，那我们在仿真世界里面按照它的轨迹去开，然后呢，那我们一一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面去做对比，去使得我们这个模型学得更好。那以上所有实际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未来世界模型。那它是一个多元智回归的生成模型，那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端到端的这个主动安全的模型，然后包括我们相应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处理机制和安全机制，那以上构成了我们这个算法的第2代的架构。那相比于去年的架构，实际上有了这个天翻覆地的变化。基于全新的架构，那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端的这个功能收敛到了2个产品。那第一个是我们点到点的全域领航辅助2.0，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智能安全辅助2.0，那随着这2个功能，那会持续的为用户提供更轻松、更安全的这个新车体验。基于新的架构那我们新的这2个功能，那点到点的这个领航辅助功能会于下半年上车。那智能安全这个辅助2.0的功能，那其中的这个端到端 AEB 已经在265上车，那接下来的包括端到端 GOA 这些，那在下半年也会持续上车。那刚才说的很多模型实际上都是非常新的，那包括说生成式的模型、世界的模型，对吧？那 AR 技术一日千里，实际上这些模型对于算力的要求更高。那我们这个思考润的平台，那 Adam 这个平台，那有足够的这个算力准备，那我们相信它可以长期保持架构和算法的领先，那为用户提供长期领先的这个体验。那同时我们刚才所推出的这个神机NIX 9031的芯片，其实它是汇聚了我们芯片的这个同事和自家的同事的很多的这个智慧和心血，它天生为了我们这样的世界模型而设计，所以那值得大家更多的这个期待。那以上所有的这个技术的提升和产品的升级，实际上都是为了我们的这个核心的我们的这个目标和价值，就是减少精力、减少事故，解放精力、减少事故，那让大家开车更轻松、更安全。好的，那谢谢大家。以上是我们这个智能驾驶的最新进展的介绍。那下面让我们请出斌哥为我们来介绍我们最新的 NeoPhone。大家好，刚才少卿的演讲我听得也很着迷啊。这个想象万千平行世界，找一个最安全、最舒适的世界给了我们，这个真的太有向往感了。不过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这个发布同样有向往感的产品啊。那今天其实前边我们几位同事给大家分别讲了我们在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
智能底盘、智能座舱、情感智能 Nomi GPT、智能驾驶方面的最新进展。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在 AI 原生全景互联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个词是不是显得很拽，是吧？在全景互联啊，其实它的核心终端就是智能手机。那去年 Neoin 我们发布了第一代 NeoPhone， 第一次做手机啊，其实我压力是很大的，主要是怕别人认为我不务正业啊。但是大家越来越知道，未来的手机是未来的用户体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做手机肯定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啊，特别感谢我们一代 NeoPhone 用户们的支持和信任，谢谢你们。这个有闪光，有打着闪光灯的，估计是 NeoPhone 啊。第一代 NeoPhone 是一款零广告、零预装的旗舰手机，一款未来风格的手机，一款为未来用户而生的手机，受到了未来用户的高度肯定。几个月前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最新的 NeoPhone 就来了。更好看、更好用、更纯净、更智能的全新 NeoPhone。真的是爱不释手啊！不忍心不做主力机啊！首先呢，我要特别介绍我们精雕细琢、投入巨大的屏幕。全新的 NeoPhone， 我们采用了，我相信是全球最好的，也是弯折深度最深的6.8英寸等身四曲屏。我们把这块屏幕呢叫做未来天穹屏，天似琼楼，笼盖四雅。大家都知道，我们未来 logo 的上半部分寓意着天空与愿景，灵感来自于从太空看地球蓝色的大气层。天空一直都是未来设计的灵感来源。那么这块天穹屏完美的诠释了未来设计的基因：纯粹、有温度、精致、未来感。未来的天穹屏做到了业界最深的弯折深度，达到了724微米，这比世界第二深度啊570微米啊还要再深27%。这拿到手上你就知道这个弯折深度，可以想象出来，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弯折深度，难度是非常高的。更深的弯折深度呢，它不仅带来了一个更好的观感，也带来了更好的一个手感。但做到这么深的弯折深度确实很难啊。但是要实现我们这个超窄的边框一样难。未来的天穹屏运用了超窄边框的技术，做到了业内目前最极致的2K 超窄视觉4等边。
我这拿着这个屏幕这么讲，感觉不是很自在。这个，他看这个屏幕一定要体验啊。2K 超清原色，旗舰级的屏幕规格参数，支持最大峰值亮度2600尼特，还支持1到120赫兹可变动态的刷新率啊，1到120啊，这个1做到1还是非常难啊。我跟大家剧透一下，这块屏幕啊，是我们向三星啊深度定制的。行业专业人士应该都知道，定制这样一块屏幕，定制费用就要好几千万。而三星这样一块屏幕的这个单价成本，也要比一般的普通的屏幕的成本要贵1倍左右。客观的说啊，我们手机的量不够大啊，定制这块屏幕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但是我们的同事，我们一起拿到这部手机的样机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非常值得的。为了这块屏幕，都值得买 NeoPhone。屏幕就讲完了，一般手机同行是不是要讲这时间要再多1倍啊？所以我也只能讲到这了。干货啊，全是干货。全新的 NeoPhone， 我们通过极致的结构设计呢，厚度只有8.6毫米。我们1代就已经很薄了，不到9毫米。我们全新1代的 NeoPhone 比1代还减薄了0.3毫米。中框的设计是非常极致的啊！我们这个天穹屏啊，它对这个中框的设计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啊，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对中框呢进行了细致的打磨，让这个中框与等身的四曲屏和后边的后盖都能够完美的契合，啊，非常的对称，非常的平衡。中框采用了铝合金材质的磨砂工艺，不沾指纹，亲肤又防滑，软润不硌手。背部的设计延续了天际线的设计语言。天际线的这个位置，在整个后盖上的这种整个的比例啊，更加的和谐。我其实是特别喜欢我们 NeoPhone 这个天际线的设计，啊，它不光是好看，不光是跟我们 Neo 的这个 logo 的这个 Horizon 呢，非常的匹配啊。它真的是很好用，这个手机放到桌子上绝对不会晃，非常稳。整个背面干净简约，没有过度装饰的元素，啊，纯粹有温度、精致、未来感，不容置疑的未来风格。这一看就知道是未来的啊，不是苹果，也不是别人。我手上这一款呢，是我们今年的特别版星云红。我们这一次呢，采用了一个全哑光的设计，完全不沾指纹，完全不沾啊，跟这个黑的这个摄像头对比啊，显得特别的高级。手感特别好，跟丝绒一样的好，男女通用。力宏就决定用这个红的了。那今年的全新的 EP Edition 呢，也非常值得期待。帅吗？这个今天上午彩排的时候说啊，这个要好像这样要对着这个光一点啊。所以你这么看呢，感觉是一片黑的啊，但是这么看，这就真的是亮闪闪呐，
这个全新 Neoform 的这个 EP Edition 呢，我们背面是采用了叫做一种刻墨的陶瓷的材质啊，每一片陶瓷都要经历7天的烧结、300小时的打磨抛光，以及3万次的 CNC 精修。幸亏我们卖的少，是吧？最后呢，大家如果拿到手机就能发现啊，如果是一大片陶瓷有点单调，但是我们用这个雷雕的工艺，它实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这个纬线纹，就跟这个天际线平行的，从这开始，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也有啊，从上面开始上疏下密，它给这个陶瓷的材质增加了动感与活力。EP 的 Edition 呢，我们还采用了一个经典的刻墨工艺，来表现天际线的这个设计。啊，其实在这个陶瓷上面去做这么一条红线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每一条天际线都要经过精准的3D 激光雕刻，毫米级的填墨工艺，还要经过手工打磨，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外观效果啊！我的目标啊，就是消灭掉后边的这个壳子，是不是？现在用什么手机都要交一个壳子，但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真的再次感叹每一款、每一部 Neoform 都是限量版。全新 Neoform 呢，我们一共是有3种材质、6种颜色，也包括了1代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光雅一体玻璃和陶瓷树皮的双拼，还有刻墨陶瓷的 EP Edition。这些颜色的灵感都是与车身颜色同源的天空的色彩。全新 Neoform 从设计上来讲，是更未来的一款手机。当然呢，也是更高性能的旗舰手机。全新的 Neoform 采用了高通骁龙第3代旗舰平台，性能拉满。好的性能呢，不光是要有好的处理器啊，这个散热也非常关键。Neoform 我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散热系统啊。这个疏堵结合啊，我们这个理念呢，就跟咱们这个雨滚呐，他们治水啊，这个理念差不多。我们既疏又堵啊，超大散热面积，核心的热源全部覆盖。那滚和雨是2位传说中治水的父子啊，他们的治水理念是不太同的啊。滚是围堵啊，雨是疏导。对于散热，我们觉得这个也应该是这样，人手接触的地方就应该隔绝热量啊，接触不到的地方就要快速散热。所以我也是特别就是感叹于我们先人的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也就遵从于现在手机行业的行规，就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啊，叫滚雨散热，好吧？有了旗舰芯片与超强的散热系统的加持 ，Neoform 完全可以成为一款游戏专用手机。王者荣耀啊，119.9帧几乎是满帧的，温度啊只有40.5度，在这样一个下面玩这么长时间啊，在榜单上很多榜单上可以排到第1的位置。目前比较火的这个崩坏啊，崩坏其实我不太玩，但是因为其实又崩又坏，但是好像挺流行的。因为它是超级重载，所以手机厂商啊都很头痛。但我们的团队实测了一下，达到59.5帧，几乎满帧，温度只有47.6度，这个性能表现绝对是 top 级别
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玩游戏，你也应该买 NeoForm 啊。1代用户对我们的续航满意度是很高的，全新 NeoForm 的续航继续升级，总体上比上一代提升10%，上一代就已经很好了，对吧？这个续航表现非常好。我们全新1代继续提升了10%，我们还增加了应急通话模式，在只有2%的电量下，你还可以打半小时的电话。超强性能、超长续航，全新 NeoForm 的影像也进一步升级。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坚持纯粹极致的这样一个设计啊，我们又要和我们的整个的整机的架构要匹配，要达到高的这样一个影像的水平，其实很不容易。我们找遍了市面上所有的传感器，我们发现 T808这一刻还是能够符合我们的理念的。那么它在体积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下，进光量达到了上一代的150%。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样张。这个是夜景啊，明暗过渡和层次，夜景的氛围感，通透光亮啊，该亮的亮，该暗的暗，亮的也不过曝，是吧？这个非常的好。我们来再看看人像的表现。我们1代的人像的拍照的效果就挺好的。那我们全新的 NeoForm 呢，我们是继续使用了这个大底的长焦，啊，同时也做了优化，人像的虚化更加自然，层次更精准，捕捉动态的能力也更强。那么这一代产品呢，不但拍照升级了多帧 RAW 的 HDR 的算法，我们同时也打通了全链路 Ultra HDR 显示效果。力求真实还原，所见所拍。你不光拍得好，你显示也得好。现在手机呢，几乎是24小时陪伴大家了，每天都是用8个小时、10个小时了。所以这个屏幕的护眼是特别重要的啊。我们全新的 NeoForm 不仅支持1440赫兹 PWM 调光，还升级了8T1C 的像素补偿电路。进一步降低了屏幕的闪烁，最大程度保护视力。那这次仍然是全系标配 IP68防尘防水，升级到了2米的这样一个防水的深度。全新的 NeoForm 啊，更好看，更好用，极致设计，旗舰性能，真的不忍心不做主力机。Sky UI 也升级到了2.0，我们呢来看一支视频的简介。
SkyUI 2.0呢，我们是提升了车机与手机系统的视觉一致性。在动画方面 ，SkyUI 2.0加入了可打断的机制，可以让操作随时切换和响应。同时，我们引入了全新的物理引擎算法，可以根据用户不同操作的力度和方向，给予不同的动画效果反馈，来模拟真实世界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律。全新的 NeoForm 啊，仍然坚持零系统广告、零商业预装。在广告数量和必要预装数量这件事情上来讲啊，我们可以说是遥遥落后，一直落后，永远落后。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也听说有一些厂商，他做了一段时间零系统广告，后来坚持不下去了，可能手机卖得太好，一年损失钱太多了啊，一年几百亿的收入，大家可以理解啊。所以我们手机卖的少嘛，优势大啊。自有生态的纯净，仅仅是一个开始。从 SkyUI 2.0开始，我们逐步尝试改善三方应用的使用体验。因为现在几乎每个流量大的 APP 都有开屏广告跳转，非常烦人。那我们 SkyUI 2.0的智能传线可以大幅降低开屏广告跳转的灵敏度，把看不看广告的主动权交还给用户。除此之外，最近呢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广告引流形式，就应用间的跳转。这个过程很多是没有经过用户同意的啊。我们 SkyUI 2.0可以识别到这一类的操作，会做弹窗提醒，并在系统层面消除霸屏、弹窗这样的一些操作。这个真的很重要。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一直是未来极为重视的体验。我们这一次增加了一颗国密2级认证的安全芯片啊，独立的芯片，来保障用户的数据安全。这就是超纯净、超安全的 SkyUI 2.0。那我一开始也讲了，全新的 NeoForm， 它是未来 AI 全景互联的核心终端。我们从这一代的 NeoForm 开始呢，会逐步使用原生 AI 的系统和应用，来给用户带来更智能的体验。我们在技术架构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向车、手、云 AI 一体化的架构演进。通过这样的架构，可以根据场景智能适配最合适的服务，为服务在车、手、云上匹配最合适的模型和算力，包括智能体啊。说简单一点啊，车、手、云一体 AI 架构能主动解决你在各个场景下遇到的问题，让系统越来越聪明。AI 赋能的全新 NeoForm 变得更有智慧，更懂你。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给用户带来哪些新的功能。首先是 Nomi GPT 啊，现在登陆手机了。刚才 Ted 讲的车上的那些好玩的东西啊，手机上我们也变得一样聪明啊。我们在出发前就可以向 Nomi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向 Nomi 了解最新的信息啊，比如说奥运会，这个好像是昨天开了啊，我也昨天都在忙这个彩排，应该是开了啊，是吧 ？Nomi 我拿来问一下。那你要关心这个赛事、赛程、日程，是吧？这些都可以为你做很多。你在行驶过程中与车上的 Nomi 对话，基于跨端的能力。它也可以为你在 NeoForm 上生成备忘录或者建立日程。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不方便操作手机。
那跨端 AI 调度，只要喊 Nomi， 也可以帮你完成一些手机操作。比如说，快到目的地了，你可以跟 Nomi 说，帮我给哪个朋友发个定位。行驶中的通话内容，在你授权的情况下，也能够以专业文本摘要的形式存储在 NeoForm 上。途中的重要电话会议不需要秘书，你也能完美记录。Nomi 呢，也将是你的用车的好帮手。16项车控功能不需要动手，一句话就能帮你解决。那大家呢，还除了这些大家有的时候拍照会遇到路人误入镜头的情况后期 P 图对于手残党也很困难。现在 NeoForm 也可以通过大模型的能力一键消除漏人和杂物，省时省力。不过这个好像大家都能搞吧？现在照片修完还要分享朋友圈你想在数万张照片的相册中找到你想要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就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去高效搜索，返回的结果是又快又准。有一些未来的特色场景呢，这个别人做不到我们对大模型做了专项的训练比如说我要找一下戴帽子的 Nomi， 戴什么帽子的 Nomi， 这些都可以那我们看看 Nomi 与 AI 这个能力对我们 NeoForm 的加持，会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我们再来看看车手互联方面的一些体验车控键呢，现在是可以自定义长按功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NeoForm 这个车控键是全球首创当然现在你也可以去自定义这个长按功能同时基于这个智能场景判断，你可以触发不同的功能。比如说远程长按，你就可以打开强制制冷，在车周围长按召唤，在车内长按可以流转天空视窗，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它。那我们 AI 也还可以拆解屏幕中的这种图片中的文字元素，或者屏幕中的文字元素，并识别其中与地址相关的内容。我们打破了很多 APP 不能复制地址的这个限制，这就是自己做系统的好处双指长按就可以快速流转。天空视窗也进行了全新升级，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更流畅的天空视窗。这个外面有很多一体器欢迎大家会后去体验。我们影音的娱乐功能做得非常的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接入了 ADMS 系统，在安全的前提下，用户可以更方便的使用天空视窗。以前大家很多用户抱怨我们天空视窗使用太严格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通过 ADMS 可以让大家去更方便的使用。当然，这里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 Neuralink 的应用也拓展了21个，涵盖了娱乐、体育、视频、商务等很多内容、很多类别。Neuralink 的沉浸声让未来用户手机中的高品质音源都可以变为沉浸声的体验。那还有一个非常牛的功能，这个功能呢，我先让大家来看一支片子。现在带大家打卡上海最热闹的武康路，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开着车让大家去看一看老上海到底长什么样。那我们马上上车。让大家看一看上海的老城区，然后我们从这里开到外滩。现在已经在外滩了，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直播体验。如果说十里洋场的上海代表是上海历史的缩影，那么浦东就是上海新兴国际化的一个体现。
随车播。这个功能不是只为我开发的啊，刚才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位用户波哥啊，他的一个帮我们拍的一个演示视频。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现在做汽车企业的 CEO 真的不容易啊。这不光是转产品、转服务，现在开始要转直播啊。这个头真的不是我带的，这个头不好啊，就太转了啊。去年这个150度电，在去年12月应该是17号吧，这个1000公里的一块电池跑1000公里的这个实测啊，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啊。当时呢是在光号上做，后来我也没想做，但后来到了今年3月份，我们有很多用户啊，就是说斌哥，你这个得自己消费自己啊，你老让别人消费，你还不如自己消费自己啊。我说也行吧，那我就播吧。所以今年3月份开始第一次直播，后来呢做了一次自驾的直播，又跟力宏在欧洲搞了一个从法兰克福开车到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拜访我们的用户、我们的牛屋和换电站的一个直播。但每次在车上做直播啊，因为我们坐车的嘛，你说你不在车上直播好像也不太对，在车上做直播还挺麻烦的。啊，这个车上装好多的这个摄像头啊，非常乱。而且呢，你要往车外拍，又隔着玻璃，角度各种东西都不好选啊。那所以呢，我看我们的团队也是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车上做直播啊，所以就想，现在有了这个 NeoForm， 我可以通过 NeoForm 的这个和我们全景互联的这个功能。我们可以直接调用车内外的摄像头和麦克风，就不需要搞那么多线了，就直接播了，信号更好，是吧？更安全。所以一部 NeoForm 通过随车播的功能，就代替了这么多的设备，轻松开启直播。所以这个名字叫什么呢？随车播。这个功能。真的，我作为一个未来的汽车的用户、未来手机的用户，我是觉得太有用了。所以昨天我就在想，咱最近也在开始去播一次啊，欢迎大家同行啊、报名啊，车上还有几个位置啊。你看原来都搞了那么多设备，就是少带人呢，现在可以多带几个啊。所以当然这个功能啊，也不光是做这个随车播，那么这个技术能力，它也可以支持。微信的视频电话啊，视频通话，你也可以在自驾的同时，把沿路的风景和心情分享给亲朋好友，啊，当然还是这句话，这个要在副驾上操作啊，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次拿出手机啊，这就是更具未来风格。零广告、零预装、全景互联的 AI 旗舰，全新 NeoForm。我们来看一支视频。
一起期待吧。全景互联 AI 旗舰，全新 Neophone， 配置与价格是：性能版12G 加512GB， 售价6499；旗舰版12GB 加1TB， 售价6899； EP Edition 16G 加1TB， 售价7499。最高支持1万未来积分支付。一代 Neophone 用户将获得500元抵用券。我们价格很稳定吧？手机变得更强大啊，设计更未来，这么多钱做的屏幕，性能得了这么大的提升，还变得更纯净了。价格竟然没变啊！大家没看错啊。那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大家知道我们一代的 Neophone 呢是只能在未来的 APP 上买。那确实呢也影响了别人，这个我们当时想的还是太严格了一点，说你买我们 Neophone， 你得先下载我们的 APP。我们这个今年就不这么做了啊！京东、抖音渠道也即刻开售。正在看这个抖音直播了啊，欢迎下单，好吧？正在收看抖音直播的这个朋友啊，晚上嘛，我不还要跟大家做直播嘛？还有视频号啊，这个微博视频我都会做直播啊，7点半啊。那也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现场的来宾。今天的 NearIn。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过去1年中未来在各方面的进展，特别是在 AI 方面的进展。感谢大家，我们明年见。谢谢。一起期待吧。